你是环廊新娶过门的妾室吧？我曾在环廊的轿中瞧见过你。我跟那个严公子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来是因为我看到他那天那样对你，替你感到不值。他府上已经娶了好多妾室，前2日还刚进门一个。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赶紧放弃那个始乱终弃的人渣吧。姑娘有所不知，环廊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人。我与环廊初次相见，我们便是心意相通，两情相悦。看上哪个？你跟哥哥说。呀，小翠儿，这怎么样？讨厌！哎，好的还在里面呢。亲娘，你那是被他骗了。他那种人，你不分手留着过年吗？我从严环那儿给你拿了点盘缠过来，你赶紧带着宝宝换个地方生活。这银子可是环廊让你转交给我的？不是他，你就当是吧。姑娘，这钱我不愿意收。我可以不再继续纠缠他，可若是他不能来同我说明缘由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亲娘，你清醒一点。环廊曾写诗赠我：寄情与明月，清风送不归。那时候，他还会同我月夜对视，泛舟抚琴。我不信一切无甚缘由，竟会变成这副模样。不哭不哭不哭！亲娘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应该知道严环背后有一火焰型的胎记吧？这我知道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那个胎记的事情？我不曾听说过。好吧，不过这胎记真是个难挖的秘密。不哭不哭。看你的样子，出师不利啊。我问过亲娘了，她只知道那严环身上有火焰胎记，但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。那只能另寻线索了。而且那亲娘活脱脱一个恋爱脑，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相信那姓严的负了她。什么是恋爱脑？就是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，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一种病。那你得了此病没有？我当然没有啦，我忙着顾好自己都来不及呢。那便好。情情爱爱是这世间最无用之物。话也不能这样说，美好的情感还是很给人力量的。只有你这等修行不才者，才会有这种念头。这个祖宗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不相信情爱也很正常。还不休息吗？哦，总算躲过一劫。哎，我怎么变成水獭了？
看来师祖也在这里。嘿嘿，师祖，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啊？可有受伤？没有没有，幸亏有师祖你在，及时把我变成了水獭，不然我就被施家的人发现，难以脱身了。今日之事有些古怪，恐怕是有人暴露了你的行踪。嗯。方才是谁与你一起出门的？我自己出门的。入林跟我一块儿去的。你真是愈发放肆了，竟敢对我撒谎！我怕我说了你怀疑入林嘛。她毕竟是阴之宫公主，很有可能串通施家。不会的，入林一定不会出卖我的，我相信他。再说这不也没多大事儿嘛，而且都化险为夷了呀。没多大事儿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的血是我给的。你若遇险受伤，浪费的是我的血。说到底，嫌我浪费你的血了呗？臭司马囧，成天就知道吓唬我。对了，你不是爱说谎吗？看你如今还如何骗人。司马叫你把真言之士给我关了。公子，那我的贤哥……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，谢过公子，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。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，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。哪怕我捧个哏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你真无礼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真言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那点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，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！看来你对我的此举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廷言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我看你挺习惯的呀，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心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。
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愿再做这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真言之事，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公主，这几日接连有宫中弟子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，变得魔怔痴傻。他们皆是我宫几百年来修为极高，已然修成炼虚的弟子啊！一直炼虚，下一步就是合体。看来司马娇说的没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去找师掌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师掌门，师氏世代侍奉师祖，恐怕如今只有你能救我。哎，田公主，你我感情深厚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。这样，你且回去等待消息，我即刻便去白鹿崖。谢师掌门。天无涯呢？天无涯他一大早就去寻诗千缕了。天无涯真是诗千缕的一条好狗，诗千缕那个老东西，定会来为他求情。那我们要去见诗千缕吗？我才没这兴致和那老东西你来我去的猜哑谜。走吧，我们叫上庭燕一起吧。他一个魔域的奸细，比先府之人还要正派，又见不得血，还是外教。师祖，其实我也很害怕看到尸体的。你跟了我几百年了，这点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？障眼法？莫非那些天之宫的弟子，并没有真的走火入魔，而是师祖您为了震慑住天无涯所制造出来的假象？来人！人呢？你疯了你！若不是公主你到来白鹿崖灵脉，我们也不会至此颠地。胆敢妄言，还要杀我！求师祖饶我一命。晚了。司马娇，你欺人太甚！妄图用凡间功法打败我，你窃取我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想必你现在的修为比我低不了多少吧？若运功用灵术反击，还能与我有个来回，怎么不用？原来是做贼心虚，怕运功会被反噬。你要如何？
还肯放过我？你自己动手，我满意了，便留你一条命。我错了，求师祖饶我一命。满意了吧？你对自己还真是心慈手软，只可惜白鹿崖的灵脉没有问题。道真，一试便知。你宁可一身功法无处施展，也不敢放手一搏，那我留你还有何用啊？我没事。司马昭，你耍我！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枪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你可还记得这些？你只是想以彼之道，还之彼身。师祖，我没有灵火护体，受此定刑，只怕会没命啊！我法力强大，便理应受这500年的定刑之苦吗？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公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
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见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，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心腹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施千旅吗？施千旅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施千旅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红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8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施千旅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施千旅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施千旅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施千旅的伪装而已，他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
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瞎眼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门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叶公主！
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后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！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剑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老板，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这也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500年，以8大宫直系血脉为我解开封印结界。这方法我一直都知道，但难题在于如何凑齐8宫血脉为我解封。我出不去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将灵火炼出分身，增进修为，为的就是点燃8大宫心中的恐惧。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
他们恐我冲破封印结界，自会派人进山。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一旦送进山的弟子丧命，他们便会因畏惧之心，蠢蠢欲动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。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吃我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八大公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岂会被你抢先？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戕。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这所有的因果。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。不会有同事来串门，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。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
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妃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了还没休息，你只需知道只有他能杀了司马娇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
不好，玉蓉蓉的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，还好，他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，还好，仙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，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的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要杀你。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啊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
开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，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？祖宗不愧是祖宗。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呀！我好难受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花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宁生石谷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谁也琢磨不透，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1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琰的蚀骨之毒吗？
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居然毫无反应？是廖廷烨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，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师祖，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
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我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、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。 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，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这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 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。 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 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500年，新月夜。师姑，我们在中心塔下日日等待，但这扇门从未为我们打开过。师祖他真的会见我们吗？难道你跟那些人一样浅薄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走吧。不，师姑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师祖。公主曾经说过，在这位师祖面前，试图掩藏自己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需要拿出最谦卑、最虔诚的姿态，将我们的心思都暴露给他。只要我继续坚持下去，师祖一定会被我触动的。 蛇兄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我还没好好休息几天呢，又要上班了。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还请师祖收下弟子。真是个勇士，竟然主动要求去面对那喜怒无常的祖宗，怪不得人家能当领头大佬。这个思想觉悟真不是盖的。 我要是能跟他换换就好了。嗨，你竟然还未死！
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见到我都说这话，我才不死呢！我要苟活着。你若是想要苟活，就离这里远一点。我倒是想啊。这师祖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上班也不给我个门禁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师姑，这小弟子恐怕不了解师祖的脾性，要不要提醒他？何必多管闲事？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安全待着的，唯有你我二人。此人今日怕是要死在这塔下。师祖，我来上班啦！这怎么会？这个门是敲一敲就能进的吗？方才那个弟子是怎么进去的？不知道师祖会让我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来的。但是我不太会用灵力，我就只会往外拿，不会往里收。放下你那些破烂，跟我来。师祖，外面那个人是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比起那些能一眼看透的贪婪，我更讨厌那些已经失去脑子和灵魂的傀儡，连杀他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令我有些厌烦。嫌烦就要动手吗？这祖宗好疯啊！好累啊，这比挤地铁还累。走不动了。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看来这祖宗是闲得太无聊了，就想玩死我。以前上班至少还能做个人，来到休闲世界打工，却只能做领导的玩具了。你先打扫这层。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，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师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，你要
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仙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饶命啊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。师祖，我灵力低微，帮不了您，要不我先下班了哈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祖，您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给您探探。紧紧握，彼岸闪烁，让你我烙下份炽热，迷离不愁，鸳鸯执着，凝结成琥珀，望着眼前的叶落，轻一笔水墨。师祖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您的宠物带我进来的，我绝对没有半点要冒犯您的意思。他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。